穿越成架空文里一个被子女嫌弃的老豆，自己全身心的付出，换来的只有一次次的顶撞。用着家里的钱还反过来骂着家里，那以后就别依靠家里了。爸，国外都讲人权，讲恋爱自由，你没有权利干涉我处对象。长生刚穿越过来，就听到了让人烦躁的声音。我爱宋存义，他也爱我，你管不着。是啊，爸，你就不要老古董了，人生而自由，小妹有选择对象的权利。长生瞬间了解了现在的情况，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。行，你们说的很对，人生而自由嘛，爸爸坚决捍卫你们自由的权利。夜也深了，都早点休息吧。长生说完转身就走了，只留下了蒙圈的兄妹二人。这固执老头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了？老头肯定憋着坏呢，小妹你只要坚定立场，他就拿你没有办法。哥，你可得跟我站一条线，咱们要抗争到底。呵呵，傻瓜，你是我妹，我肯定跟你是一条线的。我的杂志社那边还有事，我先去杂志社忙了。记住，你只要内心坚定，谁都拿你没有办法。我知道了。另一边的长生回到房间，就喊出了系统。你是故意的吧？小孩子我还可以，大孩子我是看到就烦，尤其是不听话的白眼狼孩子。可，宿主，客户委托了吗？来都来了，咱关注任务，关注任务。哎呀，宿主，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这个任务也很简单，您要不看看剧情先？宿主，这个任务的奖励我不要了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给我看剧情吧。原主高长生是高家的老爷，原主父母妻子早亡，一个人撑着家业带大了2个孩子。在这个时代里，原主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，于是他将女儿送去了学校上学，儿子更是着重培养，送到了国外去念书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女儿高巧燕追求自由恋爱，喜欢上了一个抛弃妻子的渣男，还成了这个渣男的舔狗，只是因为他在这个识字率不高的年代能写小说。于是高巧燕出钱帮他出版小说，请名人帮忙作序，可谓是为了爱情奉献一切，可换来的只有渣男宋存义不冷不热的态度。当然，高巧燕出的钱都是长生做生意赚的。被原主得知并制止他们交往后，高巧燕气愤的登报和原主解除了父女关系。不管哪个世界的恋爱脑都如出一辙啊，瞅着就让人火大。儿子高远洲也是个整天败家的，自以为知道新思想，创办了一个杂志社，整天亏钱，还爱上一个小军官的姨太太。被小军官找上门后，他直接带着女人跑路，留下老爹独自承受军官的怒火。被儿子女儿连续被刺的原主终于扛不住了，临了之前，他始终都不明白，他自认是一个好父亲，拼命挣家业，替他们打算安排，结果却没有落一个好人。这儿子都不是简单的恋爱脑了，这是蠢，或者说是不在乎。他不在乎自己的老爹，闯下了祸自己跑了，躲起来享福，留下老爹让他顶罪。这样的儿子留着还有什么用啊？所以原主的愿望是什么？原主的愿望是能够儿孙绕膝，享受天伦之乐。这不说报复儿女，至少也该远离吧？竟然还想着儿孙绕膝，享天伦之乐。任务。经过系统的提醒，长生也渐渐平静了下来。让我教育成人，我可没兴趣。剧情里让他们去生意上帮忙，一个个要自由，从家里拿钱倒是从不手软。这样的孩子就该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完成任务还是另想办法好了。老爷，早餐已备好，请移步前厅用膳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长生来到前厅的时候，饭菜已经摆放好了。高巧燕正拿着一本书在内看，长生瞥了一眼就看到封面的作者是宋存义。大哥去杂志社了，昨天晚上就没回来。知道了，吃饭吧。老爹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往大哥不在家里吃饭都会询问的，而且看到我读宋存义写的小说也不生气了。你要想看书就去书房看，书上沾了油星可擦不掉。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？爹，你真的同意我跟宋存义交往吗？当然，你是自由的，爹也是自由的，我们都是生而自由，你们都长大了，所以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好。怎么，爹支持你，你还不高兴了？怎么会？爹支持我当然高兴。太奇怪了，一会我得去找大哥商量一下。吃完饭，高巧燕就往大哥的杂志社走去。哥，爸今天早上说支持我和宋存义在一起了，他好像是认真的，他看到我读宋存义的小说都没有反应。他的原话是什么？你仔细跟我说说。听完高巧燕仔细讲完过程，高远洲笑了。呵呵，老头学聪明了，他这是欲擒故纵呢。他这是想让你放松警惕后突然发难，就好比弹簧一样。老头肯定是感受到了咱们反抗的压力，调整策略呢。咱要做的就是坚定立场。高远洲的声音斩钉截铁，听得高巧兰心潮澎湃。好，我肯定不会改变主意的。在外面玩了一天的高巧燕回到家，看到饭桌上的长生时，下巴都差点惊掉了。爹，你怎么这副打扮啊？人生而自由，爹这么打扮有爹的自由，你管不着。吃饭。看着对面大快朵颐的年轻爹，高巧燕的内心五味杂陈。爹都不问大哥为什么不回来吃饭了，这是对我们彻底失望了吗？而且他打扮成这样，不会是想给我们找个后娘吧？第二天一早，管家火急火燎地找到了长生。老爷，小姐今天等你送她去上学等了很久，还哭了。
不用管他，随他去吧。长生没兴趣管这个叛逆的女儿，今天他还得去舒家把给儿子订的婚约给退了。吃完饭，长生又收拾一番，才悠哉悠哉的出了门。哎，管家，你说老爷是不是被少爷和小姐刺激到了？怎么这几天性子大变啊？去，老爷的事也是你可以打听的吗？管家没好气的将人赶走，自己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：老爷不会真的受了刺激，精神出了问题吧？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给老爷瞧瞧？不止家中的下人，就连以前的熟人遇到长生也是一个个惊掉了下巴。你是老高，你怎么这副打扮啊？你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找到第二春了？还是你跟那玉娘有进展了？呵呵，你就别瞎猜了，我这是天天被孩子叫老头叫烦了，就改了个风格。老赵，你要不也改一下？你也就40出头，整得像个小老头一样，你孩子不嫌弃啊？不，我这样习惯了。孩子们思想进步，咱不能跟他们比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这思想有什么落后先进的？我们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思想，这些孩子们呢，就是学坏了。对了，高老板，你这是要去干嘛？孩子不满意我给他定的婚事，闹着要自由恋爱，这不，我去给人家赔罪去。原主在意家里的面子，长生可不在乎这些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了。哎，现在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，自由恋爱有什么好的？都不是知根知底的。你这话说的，父母哪能拗得过孩子啊？你看高老板那么大一个老板，不还得给孩子擦屁股吗？我还以为你家远州是个懂事的，没想到也这样啊！这孩子一门心思宣传新思想，让他做生意不做，从家里拿钱倒是不手软。他办的杂志社不赚钱吗？哎，他那杂志社能开下去，还是从家里拿钱去补贴呢？这不是变相的啃老吗？自己饭都吃不上了，还宣传什么新思想啊？之前高远洲在这群人眼中都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学历高还出过国，回来后也是在干事业。结果现在这么一看，恐怕还不如自家孩子天天在家躺着呢。长生苦着脸陪着他们又聊了一会儿，才有些落寞的离开了。老叔，我来给您赔罪了。你是长生，你怎么这副打扮啊？我这打扮也是没办法，孩子们嫌弃我老古董呢，这不是为了跟上他们的思维吗？我华夏数千年文化，哪里那是洋人能比的？老高，你可别舍本求末啊！舒秀才作为本土高级知识分子，是坚定的传统支持者，对那些洋玩意可是很看不惯的。我这也是没办法，孩子们看不惯我以前的打扮，尤其我那儿子喝了2年洋墨水，更是不得了，还要追求什么自由？不是我说，老高，你得多管管孩子，西方那一套都是害人的玩意。我哪里能管得了他们啊？说他们2句就不回家，直接在杂志社待着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长生接起儿子的老底毫不手软，一项一项的说了出来，听得舒秀才心惊胆战。所以啊，我今天来也是想跟老哥您商量下孩子的婚事，要不还是退掉这个婚约吧。我那儿子实在配不上你家姑娘，当然退婚由你们来退。另外我会安排登报公布相关事宜，我还愿意提供正阳街的一个铺子作为对侄女的补偿。没过几天，两家的婚事就退了，长生也很爽快的过户了铺子。另一边的高小燕这几天也是心神不宁，总感觉有些事情超出了掌控。小燕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整天无精打采的。我爸不同意我跟宋存义交往。你爸又不是现在才不同意，以前也不同意啊。你不是照样交往，怎么现在还在一起？你老爸的态度了。高小燕听到这话呆了呆。对啊，以前老爹就没同意过，怎么自己现在反而担心起来了？以前长生不同意，他感觉没多大的事，可现在不同了，他感觉他爹好像变得对一切都无所谓了。这样的父亲让他心里有点慌。呀，高长生，这不是你爹在报纸上登的消息吗？我爹登报的消息。报纸上的内容很简单，高叔两家考虑到两家的实际以及孩子的个人意愿，愿意和平解除婚约，同时高家还给出了一个铺子作为补偿。你爹还挺开明的嘛。高小燕也没听清杨芬说什么，她只觉得脑子嗡嗡的。爹对这门婚事一直都很满意，现在竟然主动给大哥退婚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大哥。宋存义待会还要来呢，你不等他了吗？你就跟他说我家里有事，下次再找他。这里的饭菜可是很贵的，既然不付账就跑了，真是气人啊。高小燕呢？非得叫我过来，她怎么又不在啊？杨芬正在纠结饭钱的时候，宋存义到了。嘿嘿，就让这宋存义付账吧。不过这小子穷得很，不一定有钱，还得提前开溜。不好意思啊，存义，小燕上洗手间了，你先吃点东西。哦。存义，我看到你的新文章，真是太有创意了。要是我也能写文章就好了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？写文章是需要一点天赋的。哎呀，我这人就是太笨了，化妆都不会呢。小燕教了我很多次都学不会，所以只有天天素颜，丑死了。丑？你倒是不丑，就是脸有点大。这狗东西傍上了高家小姐，还真当自己是一回事了。这高小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久还没回来？哎呀，刚才小燕说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去看看，你先吃着。快去快回。宋存义没注意到的是，杨芬走的时候连包包都一起带走了。
又过了10几分钟，还是不见两人的身影，他心中又开始烦躁了。上个洗手间怎么要那么久？看来是自己对高小燕太好了，让她有些蹬鼻子上脸，以后的更加冷淡一点才行。先生，您需要结账了吗？一个声音打断了宋存义的思绪，原来是服务员见桌上的菜吃的差不多了，便走了过来。不，我是在等朋友。可你的朋友已经走了啊。走了，不可能。真的走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那女孩子上完洗手间就从侧门离开了。我不信，我去找他们。先生，你不能走，你们还没结账呢。你不能走，你们还没结账呢。你能不能小声点？我也没吃几口，都是他们点的。情急之下，宋存义下意识的想为自己辩解，却发现这样的说法毫无力度。兄弟，吃个饭而已，男人付钱很正常的，你别那么小气嘛。就是啊，你也别为难人小姑娘。我没钱。老板，这里有人吃饭不给钱。怎么回事啊？是哪个小兔崽子敢在我这里吃霸王餐啊？我是高家高小燕的对象，是他约我在这里吃饭的，但是我来后就没看到过他。宋存义看到愤怒的老板，只能把高小燕搬了出来。这时候他无比后悔之前为了维护形象，不愿意接受高小燕的钱财了。哈哈哈，高大小姐的对象会连这么一顿饭都付不起吗？你这吃白食的还真会吹牛啊！就是谁不知道高老爷子最主意的是他至交好友王家的儿子啊？你姓王啊？看他的表情也不像是说谎啊！你稍等一下，我给高老板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没有，我从没听说女儿谈过对象，她那么懂事，谈对象肯定会跟我说的。最近骗子比较多，老丈你自己要小心辨别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多谢高老板关心了。人家高老板压根不知道你这号人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付钱，要么我给你送去巡捕房，你自己赶紧选，别耽误了我做生意。就是没钱还来吃什么饭啊？听到其他人的起哄，宋存义只觉得脸都丢尽了。妈，那个女人真是太可恶了，明明是她约我过来的，竟然还提前逃单了。老板，你看这样，这饭钱能不能先赊欠着，我回头就给您送过来。你不回来，我去哪里找你啊？你是个学生吧？哪个学校的？我打电话给你们学校，让人来领你回去。我是周南学校的，你可以联系我们老师。另一边，高小燕也找到了她大哥。哥，爹已经给你退婚了，还登了报纸呢。你说什么？我竟然被退婚了？他刚才还在跟人商量着要在报纸上刊登退婚声明，要做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先驱人物，结果就这么被退婚了呀！远州，你爸真给你退婚了？高老爷很开明啊。远州啊，你爸这不是挺尊重你的意愿的吗？他们可是经常听高远州抱怨，说家里父亲因循守旧，不理解新思潮。结果现在一看，高远州以前应该是没有说真话。对啊，而且你爸也很大方，还给了女方补偿，这样他们也不会怨恨你家。你以前是不是误解你爸了？要不回去跟老人家好好说说。伙伴们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，没人注意到暗地里高远州的拳头已经紧紧攥住了。这个老头子怎么能私下就把婚退了啊？这婚要退也该我来退，我才是反对封建婚姻的先驱人。你们说的对，我这就回家一趟，杂志社的事你们看着安排。哥，你弄疼我了。小妹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想到老头不经过我的同意就退婚了，有点着急。哥，你不是本来就想退婚吗？现在爹给你退婚了，你怎么还着急了？小妹，爹这叫退婚吗？还赔了一间铺子，这不是显得我们理亏吗？而且他这么做，搞得像我配不上那舒家女子似的。说的也是，那我们去找爹问问。于是两兄妹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可当高远州看到长生的时候，心中的愤怒全被震惊取代了。你是爹？如假包换，怎么了？你们两兄妹怒气冲冲的到我这里，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高远州看着眼前的爹，一肚子的话都卡在了嗓子里。若是以前那个长山老头，他肯定第一时间就质问了，可现在莫名的有些怂了。你为什么帮我把婚退了，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你不是也准备退婚吗？你有想过跟我商量吗？再说了，我这退婚不也是为了支持你们的自由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要退婚的？你那点小心思能瞒得过谁呀？就知道自以为是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你突然在报纸上宣布退婚，会给女方家里造成多大的困扰啊？有没有想过这会给你爹我造成多大的麻烦？你知不知道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？就不知道跟人商量吗？我猜你肯定不会同意嘛，所以你就先斩后奏，还是先斩不奏啊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？还有没有责任感啊？高小燕也被这变故吓呆了。若是以前，她肯定要站出来替大哥辩解2句，可是这回她是一句话都不敢说了。老爷，饭菜准备好了。知道了。抱歉，高先生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国外成年孩子在父母家吃饭应该给生活费吧？你如果以后想要在家里吃饭，记得提前报餐，给生活费。新思想先驱者，可别整那套啃老的救戏码，以免被别人笑话了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老头子装出的态度，他可是最重视高家传宗接代的，这一定是想要借机让我服软。我可是斗士，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坚决反对者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吗？不可能，小妹我们走，我们要抗争到底。哥，
我饿了，要不你先走吧。高小燕觉得他爹越来越可怕了，说话做事毫无章法。她开始担心自己惹怒了他爹，到时候连学费都不给他供了。你会后悔的。远州，你今天又跟你老爹赌气不回去了吗？那我们先走了。高远洲现在心里很乱，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出名的机会，心里憋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。江小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是来送稿件的。江小姐的文字真是发人深省啊！我准备还是放在第1期出版。我没有什么名气，这样不会影响你们的销量吧？不会的，我们的报纸又不图盈利，只是为了在思想上惊醒众人。高少爷不愧是临城高家的人，果然财大气粗。不过我在报纸上看到你退婚的事了。这个啊，是家里以前定下的，我从国外回来后就准备退婚了。好在我爹比较开明，跟女方家里做了商量。其实我想的是和喜欢的人因为共同理想而走到一起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所以我很羡慕你有这么开明的父亲。闻言，高远洲一愣，最近总是听到有人说他爹开明，这让他很烦躁。明明我才是反抗封建思想的人，怎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哈哈，有机会我一定邀请江小姐来我家拜访。高远洲还是不信长生会放弃自己，因为他是高家唯一的儿子，长生还需要他养老呢。另一边的高小燕就没有他哥的信心了。这段时间他爹的表现把他吓得不轻，以至于他每天白天去学校，一放学就回家，连宋存义都没时间想了。而宋存义因为上次吃饭被坑了，他决定要好好冷战一番，想等着高小燕道歉后才原谅对方。可结果等了又等，却连高小燕的人影都没见到。存义啊，你是不是被高家大小姐给甩了？对啊，高家是什么家庭啊？存义啊，你要谈对象就谈门当户对的，不要好高骛远，人家大小姐就是玩你呢。不可能，她一定是最近学业太忙了，不信我今天就去学校门口等她，她肯定还会像以前一样缠着我的。好啊，走走走，谁不去谁是孙子。于是高小燕刚走出校门，就看到了宋存义。存义，你是在等我吗？上次你约我吃饭，你怎么和杨芬提前走了啊？害得我还花了一个大洋付账。吃饭？高小燕愣了一会，才想起了上次的事。啊，那次是我家里有事，我给杨芬交代了，让她转告你，她没跟你说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存义。宋存义还想说什么，却被高小燕打断了。我现在得赶着回家，有什么话我们下次再说吧。家里最近有些麻烦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情况？竟然和自己没说几句就跑了？以前他不是最嫌弃家里老头子唠叨吗？现在怎么这么爱回家了？哎，存义，我看高小姐也没多喜欢你嘛，没说2句就走了。8成是人家有了新目标，你呀要失宠了哦。小燕说了，她家里有急事，我们下次再约。宋存义开口给自己挽尊，但脸色却沉了下去。而回家路上的高小燕却没想那么多，她急着回家，是因为听同学说在街上看到他爹跟一个女人十分亲密。管家，我爹呢？家里来了客人，老爷在书房陪客人聊天呢。他说了，不让任何人打扰。客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一位女士。爹真的谈对象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小姐，老爷说了不让打扰的。结果高小燕还没跑到书房，就看到他爹和一个女人走了出来。干什么呢？毛毛躁躁的。我听管家说家里来了客人，所以想来问个好。这样啊，这是我女儿高小燕，还在学校上学，明年就要毕业了。小燕，这位是你兰姨。兰姨好。你好。我们要去玉品阁吃饭，你在家里自己解决一下吧。爹一定是被那个狐狸精迷住了眼睛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大哥商量一下，让他拿个主意。高先生，你不是说没有小孩吗？想必你也看到了，小燕可不是孩子，她是大人了，她还有个大哥，也是大人了。哈哈哈，高先生还真是有趣啊！就是你生意这么大，整天陪着我，不担心影响生意吗？我现在并不在意生意了，东边的桂系和西边的凤系正在打仗，北方的保皇也蠢蠢欲动，这些产业迟早是保不住的，我计划全都给卖了。原剧情中，在原主死后，高远洲幡然悔悟，想要接手生意做起来，结果是今天来了这个军阀，明天又来了那个，没过3年，生意就全都完了。高先生，你的意思是临城也不安全了吗？当然，现在内忧外患，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啊？所以，高先生你有什么打算？呵呵。长生虽然大致知道历史进程，但他无意干涉过多。另一边的高小燕也向他大哥说了今天发生的事。什么？你说爹带了个女人回家，还一起去吃饭了？你没有看错吧？哥，我就在家里看着他们2个出门呢，爹还说要带他去玉品阁，都没有叫上我。就聊个天吃个饭，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小妹，你以前不是不爱和老头子一起吃饭吗？这怎么还怪爹不叫你了？哥，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女人要抢走爹，你就不着急吗？
哈哈哈，我当然是跟你一边的。不过爹这么多年都没有想着续弦，现在怎么会突然转变想法了啊？这事我得调查一番，免得打草惊蛇。高小燕看着他哥一副没听进去的样子，有些急了。哥，你是不知道爹这几天变化有多大，我都要急死了，你居然一点都不担心。呵呵，爹这个年纪有时候会突然想找回青春的感觉，只是一时的变化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再说我也会了解情况的。那你可得早点调查清楚，我先回去了。回家路上，高小燕感觉自己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，而其他人却毫不在意，这让她很郁闷。随后的日子里，高小燕更加关注长生的动向了，每天一放学就往家里赶，生怕长生背着她又做了什么她不知道事。期间宋存义找了她好几次，她都没有心思搭理。最后，她都觉得宋存义有些烦人了。在又一次被宋存义拦住后，她忍不住发了火。宋存义，你有时间拦我的路，就不知道去好好学习吗？宋存义，你有时间拦我的路，就不知道去好好学习吗？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家里有事，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啊？宋存义现在手里已经积压了好几篇小说了，没有高小燕的帮忙，他压根出版不了，更拿不到稿费，只能厚着脸皮又来找高小燕。这不是高家大小姐吗？那个男的是谁呀？竟敢纠缠人家！呵呵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那男的叫宋存义，以前还跟人吹牛呢，说高家小姐迷恋他，现在看来，原来是人家烦都烦死他了。听到旁边人的议论声，宋存义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而高小燕则是没有理会，转身走了。高小燕，她怎么敢的啊？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。可想到人家是大富人家小姐，又觉得无可奈何，而且没有高小燕的帮忙，她连稿费都赚不到。翻来覆去想了一个晚上，宋存义还是觉得自己要忍辱负重。于是第二天，宋存义又出现在了校门口。小燕，我们还没有分手呢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淡啊？我家里有事，没时间在这跟你说。小燕，你家里能有什么事啊？你最近天天躲着我，是不是想跟我分手啊？这话一说出口，宋存义就后悔了，只能死死盯着高小燕。好啊，分手就分手，你以后也别再来找我了。让高小燕感到奇怪的是，说出这句的她竟然没有一丝的难过，反而是感觉一阵轻松，就像是放下了冥冥之中的一个包袱。明明我都服软了，怎么还会成这样啊？果然这个女人就不是个好东西，在这玩弄我的感情，你给我等着。回到宿舍的宋存义越想越气，忍不住将自己的手稿都撕得粉碎。另一边，高小燕回到家后，心态也立刻沉重了起来。回来了，你先去收拾一下，今天晚上有大餐。长生的语气平静，就像是和陌生人说话一样，这让高小燕立刻就红了眼眶。爹，你是不是想娶这个女人做老婆啊？你们先去里屋吧，别吓到孩子。坐下来聊吧。我不坐。行吧，你爱站着就站着。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处对象吗？你之前那么多年都没有续弦，怎么这时候突然要找对象？我这是受了你们的启发。我们的启发？对啊，人生而自由嘛，你们可以自由恋爱，自由选择，难不成我年纪大了就不能自由了吗？高小燕想过他爹会以各种理由来搪塞，但他万万没想到他爹竟然用他的那套话术来反驳。可是他有个女儿啊。你那宋存义在老家不也有2个儿子吗？怎么他有2个儿子能追求自由，若兰有1个女儿就不能自由了吗？哼，我跟那宋存义已经分手了，幸好回来的路上分手了，这样爹就没话说了吧？你分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有谈对象的自由，也有分手的自由，难道你还想用你的自由来限制我的自由吗？一大段话把高小燕听得晕乎乎的。可是爹，他带了个孩子，你还要帮他养孩子，这太吃亏了。我不也带着你和你哥这2个不听话的孩子吗？再说了，吃亏也是我的自由。自由，你除了说自由还会什么啊？自由有那么重要吗？自由，你除了说自由还会什么？自由有那么重要吗？高小燕，你已经成年了，别这样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这样只会显得你自己在无理取闹。现在的情况，第一，我跟你兰姨还没处对象，你毫无理由的指责，只会显得你很没有教养。第二，即便我处对象，那也不关你们的事。要是你爷爷还在，我还能听他2句，你算什么？在这跟我大呼小叫的。我们出去吃饭了，你自己反思吧。高老板，你这样对孩子是不是太严厉了？呵呵，让你见笑了。我那2个孩子就是被宠坏了，自以为看了2本洋书就是新派人士了，实际上不中不洋的，纯是个笑话罢了。长生也从系统那里得到了确认，高小燕确实分手了，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。这恋爱脑女儿竟然转性子了，我好像也没做什么，自动就改造好了吗？他可能是感觉到了危机吧。算了，以后再看看。若真的不恋爱脑了，倒也不是不能带着他。另一边的高小燕也哭着找到了他大哥。小妹，爸要谈对象，咱也说不了他啊。咱要是劝了，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你别哭了，爸要谈对象，你就让他谈呗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这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国外多大年纪了都还在谈呢，这是自由。高远洲觉得没多大事，他爹谈对象又怎么了？家产还是得留给他这个儿子。倒是你怎么跟宋存义分手了？他不是挺好的吗？思想很进步啊。
他不行，明明在家里有孩子，还丢给老人，一点都不负责任。再说了，追求自由也不能不顾孩子的感受啊。高小燕就是觉得他爹太追求自由了，丝毫不顾及自己的感受。小妹，你这思想不行，国外可都……哥，你可别说国外了，现在我听到就头疼。你要是想说，你回去跟爹说。你不信就算了，新思想也不是谁都能接受的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这段时间忙完了也会回家的。懒得管你了。随后的一段时间，高小燕在学校上课都无精打采的，看到宋存义远远的盯着她看，她也根本不想搭理。宋存义长得不高，也算不上帅，家里还有老婆儿子。我当初真是被你扒糊了眼，居然当他的舔狗，难怪老爹看不上我。哎，小燕，你知道吗？宋存义最近赚不到稿费，都开始兼职拉人力车了，听别人说都快吃不起饭了。他干啥都不关我的事，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。啧，真是绝情啊！小燕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好久没见你出去玩了，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说，咱俩可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呢。唉，我家里最近烦心事有点多。哎，家里的事确实烦人，我家也是，我爸妈根本就不理解我。对了，我知道一家糕点铺子，新开的，味道很不错，我们去那边吃边聊吧。好。高小燕也想要跟人倾诉一下，就直接跟着杨芬离开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家糕点店子虽然位置有些偏，但味道没得说。我室友天天一大早就来这边买呢。小燕，我们到了。芬芬，这里也不像是糕点店啊。我要回家了，回家，今天你可能回不了家了。快拿绳子把她绑起来，这大小姐还挺有力气的。呜，还以为你是大小姐呢，给我老老实实待着，装模作样的，有点钱了不起啊？整天拿我当你的狗腿子使，像是谁稀罕你家1、2顿饭，稀罕你那些不用的破东西似的。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你这个玩弄感情的女人，自以为有钱就了不起是吧？呵呵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宋老弟，你在吗？强哥来了。这就是高家的大小姐吗？没错，就是她，她家里可有钱了。做得不错。现在你们2个去通知高老爷，让他拿1万大洋来赎人，地点就在城北郊外的废弃宅子。两人听到这话，心里都是慌的一批。面对高小燕他们不怕，但要他们对上林城守护，他们还是很心虚的。怎么，你们不想要钱了吗？要，当然要，只是你答应我的2000大洋，你可别忘了。宋存义，你不是说我只要把他骗过来就行了吗？我是不会去高家的。呵呵，杨芬，你不会以为你不去高家就能和没事人一样吧？强哥手底下可不会留人，那高小燕必喜无疑，到时候查起来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？校门口可是有很多人看到你们一起离开的。我没想过会害喜人啊，要不我们去报巡捕房吧？你这是想找喜？高老爷巡捕房会没有熟人吗？你去了就是自投罗网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配合强哥，拿到钱之后远走高飞。宋存义说完转身就走，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。杨芬犹豫了一下，也急忙跟了上去。老爷，外面有2个人，说是您女儿的同学，想要见您。让他们进来吧。不一会，就有人引着2人到了客厅。在见到长生的那一刻，2人心中都是一惊。你们绑架了高小燕，这是来问我要钱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杨芬现在的脑海里只有2个字：完了。一旁的宋存义倒是稍微稳一点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高老板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就不废话了。1万大洋。一个子都没有。你女儿的命可在我们手里，你不配合的话，我们就撕票了。高老爷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有什么不能的？拉下去，送巡捕房，就说这2人绑架了我高长生的女儿。高老爷，你还不知道你女儿在哪里吧？只要你放了我，我立刻带你去找高小燕，不然你就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吧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高老爷，我没有想要绑小燕，我只是想给她一个教训，这都是宋存义的主意，一切都是他干的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带走。说起来，这个女儿除了恋爱脑之外，倒也没害过她爹。现在恋爱脑也有了好转的迹象。系统，高小燕的位置在哪？位置就在东平小巷子里，那里还有几个人在等你给钱呢。好，正好我也松松筋骨。强哥，这都好几个小时了，那2个学生仔会不会怂了？根本就没去高家啊。不可能，那女的可能会怕，但那男的可狠着呢，他没有退路。我估计是高家也没那么多现大洋，可能还在筹钱呢。高家拿不出1万现大洋，你们是瞧不起谁呢？你是高老爷？不错，我就是。大洋带来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来干嘛？来晒月亮吗？上。废物。高老爷，我错了。去，把他们绑起来。爸，是宋存义和杨芬把我骗过来的，你可不能放过他们。我知道，他们已经被巡捕房抓走了，想到我高家要钱，门都没有。高老板，现在是讲法律的，你可不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啊。
对，高老板，你要冷静点。你们有话还是跟巡捕房说吧。没过一会，外面就响起了凌乱的脚步声。哎呀，高老板，你应该等等我们的，你一个人来风险太大了。没办法，这些人胆大包天，竟然敢绑我的女儿，我心里着急，就先过来了。哼，光天化日，竟然敢做出这种暴行，简直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，全都带走。有爹在真好。你说啥？没啥。系统，高小燕不会被吓傻了吧？宿主，心理学有个词叫吊桥效应，人会对危险时刻拯救自己的人产生浓烈的感情，以便遗忘危险带来的恐惧。高小燕可能就是这种情况。那不是说的爱情吗？你个童子可别瞎说。对了，原剧情中高小燕的结局如何？不太好。高老爷死后，高远州撑不起高家，加上世道又乱，他就跟着宋存义去了农村老家。好吧，后面的也不用说了，人家老家有妻子有孩子，一个啥也不会干的大小姐去了，只能受人欺负。高小燕回到家之后，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想了一遍。她想到了宋存义与杨芬的背叛，又想到之前在父亲面前的胡闹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于是第二天早上，长生刚走进前厅，就听到高小燕大声说道：“爹，以后我会支持你和兰姨结婚的。你支不支持都不能影响我的决定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现在是支持的。你下次去与品格吃饭也带上我吧。想去就去吧，到时候喊上你。好。”长生给高小燕请了1周假，让她在家里休息，自己则开始忙于生意上的事情。当然，他不是为了做大做强，而是为了将生意全部都卖掉。什么？老高，你说你要把家业都卖了？老高啊，现在这个世道虽然乱，但咱的家业都是父辈打下来的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你咋就这么想不开呢？老卓啊，我清醒着呢，我这把老骨头也折腾不了几年了。你也知道我家那小子对生意不感兴趣，指望他接手家业，怕是不到3年就得败光了。而且他天天搞那些，也得罪了不少守旧人士，咱啊在这里也不安全，说不定哪天就被灭门了。我也是无奈之举啊，有命在才有希望。听到长生这么说，卓老板也沉默了。高远州做的事他也知道，而且确实容易得罪人。老高啊，孩子还年轻，有些冲动，你可以多教教他嘛。我们当爹的挣这么大的家业，还不是为了孩子，终归是要交到他们手上的。老卓，说实话吧，我接触的也不只是你一家，就连孙家我也约了见面，咱是老友，我才先见了你。你要是不买，我可就卖给别人了。别，我买，你也知道我和孙家不对付，要是被他们买了，我卓家可就没活路了。就是高家的产业那么大，我们家也不可能全接了。这好办，我把那些铺子什么的分成均等的几份，再卖出去，这样也不至于哪一家独大。好，那就这样定了。随后几天，长生又找了其他人，一样的套路，一样的聊天方式，不到1个月就完成了产业上的交集，而长生手里也多了20万大洋。事情办得差不多之后，长生又写了一封信寄往魔都。魔都新文化杂志编辑部里的气氛十分沉重，原因就是杂志社的经济状况已经很难维持了。我觉得经济问题大家克服一下就好了，无非是生活上简朴一点嘛。在座的哪个不简朴啊？衣服上的补丁都打满了，但是基本的生计总要吧？我看啊，这还得找人赞助。咱们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，宣扬的是普世的价值。老李，你说的轻松，你去拉赞助吗？实在不行，咱们只能缩减编制了，减少人员，降低发行量。这怎么行啊？发行量减少就意味着传播面大大降低，那还怎么传播新思想啊？对啊，总编，发行量绝不能降。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决定了。陈总编正要说散会，就有一个青年风风火火的冲了进来。总编，有人要赞助咱们编辑部。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，这是来自临城的信，信里的高老板说要赞助我们20万大洋。待看清楚里面的内容，陈总编更是感动不已。信中提到，如今国贫民弱，改良当从思想开始，因此看到贵编辑部的杂志后深受感动，愿意尽微薄之力为开明治启明思想的大业添一把柴火。高老板这样的爱国商人真是难得。老王，你去一趟。不，这件事我亲自去，我要见一见这位高老板。高老板，您真令我惊讶，我还以为您会是一个学究模样的老先生呢。呵呵，只是图方便罢了。时间就是生命，长衫穿起来可太麻烦了。高老板，您这份见识实在是令我感动。我这次来是想替我们新文化杂志社所有人谢谢你。不瞒陈先生，我捐这20万大洋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高老板，请说。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在你们的杂志上做一个简单的宣传。一来，我也是很俗气的，想要扬名；二来，这样也可以带动其他的商人。陈先生，您看怎么样？这自然没问题。解决了这件大事之后，长生就彻底闲下来了。高小燕恢复的不错，没多久就回学校上课，而高远洲也和以前一样，天天待在自己的小杂志社里。但长生这注意到，这几个月下来，他支取了好几笔钱，算起来也有几千大洋了。管家，下次不必给高远洲支取银钱了。那少爷缺钱用怎么办？缺钱他自己想办法，毕竟那是他自己的事业。在长生看来，高远洲的杂志社就是打着宣传新思想的旗号，传播那些阉割版的信息，留着只会误导群众罢了。
对了，家里的下人也遣散一部分吧，每个人都给一笔费用。我这就去办。系统，高远洲在忙什么呢？还能忙什么？谈恋爱呗。长生有些无语，他来这个世界小半年了，也才见了那便宜儿子2面。他还是跟那个小军官的姨太太混在一起吗？对，他这是想要孝顺喜人啊，这儿子不要也罢。另一边的高远洲最近可谓是春风得意，没钱了就到家里取，每天就和江岩一起吃喝玩乐。妍妍，我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。我也是。两人依偎着走到路口，才不舍得分开了。远洲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就送到这吧。妍妍，你是自由的，这些糟粕本就不该存在。我去找我爹，他有几分面子，应该可以办到的。他不是个好说话的人，虽然对我没什么感情，但也不喜欢我跟别人走得太近。妍妍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帮你脱离苦海的。于是第2天晚上，长生终于再次见到了这个世界的儿子。哥，你都好久没回家了，我去杂志社找了你好几次，你都没在。是大哥不好，我这段时间在外面采风，搜集素材，太忙了。爸，这段时间我们杂志社有一篇文章被新文化转载了，也算是有点成效。哥，你太厉害了。爹，难得哥回来一趟，咱们一家子明天去一品阁吃饭吧，也叫上婉仪。我明天杂志社还有事，恐怕不行。哥，你就那么个小杂志社，还天天忙，我看爸管那么多铺子，还闲得很呢。你是不是方法不对啊？要不你向爸请教一下管理方法。长生瞥了一眼想方设法改善父子关系的女儿，心中觉得好笑。他恐怕还不知道他哥的事，还以为他哥在意这个家呢。小妹说的对，我正好有件事想要爸帮忙。爸，我最近处了一个对象，只不过是别人的姨太太，有空带回来看看吧。爸居然不生气。第2天，高远洲就把江岩带了回来。伯父好，我叫江岩。爸，妍妍是我的灵魂伴侣，谁也拆散不了我们。呵呵，谁要拆散你们啊？江岩，你喜欢高远洲吗？我自然是喜欢他的。那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你都愿意跟着他吗？我愿意。高远洲，你愿意失去一切去江岩吗？不就是娶江岩吗？这跟失去一切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愿意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拜访顾先生，你们俩记住自己说的话就行。长生的动作很快，没2个小时就带回了顾远图的放弃书，而高远洲也迅速的带着江岩去领证了。爸，我跟妍妍的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我们的婚礼你打算怎么安排啊？婚礼啊，你们的事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老头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妍妍，既然爸这么说了，那咱们的婚礼可得好好想想要怎么办。什么？哥，你真的要跟他结婚吗？小妹，我跟你嫂子已经领过证了。哥，你干嘛要娶个别人的姨太太啊？临城这么多大小姐，你找谁不好啊？小妹，哥以前是怎么教你的啊？姨太太都是历史糟粕，是不合法的。况且她现在已经跟我结婚了，就是我的人，你以后得注意你的言辞。哥，你居然为了他吼我！随后2天，感觉家里气氛怪异的高远洲，索性带着江岩在杂志社旁边的小窝住着。远洲，那里是你家，咱们干嘛要住在这里啊？咱们不是要想婚礼怎么弄吗？在家里小妹整天吵吵，哪能好好想啊？你放心，婚礼过后咱们就搬回去住了。随后2人花了1周时间定下了结婚的日期，通知了远方的朋友，列出了清单，就差提交给老爹拨款了。结果这天刚到杂志社就出了意外。远洲啊，你爸可真是大气，思想开明，为国为民。你们咋了？一个个莫名其妙的。你看一下这个，怎么咱们又有文章被新文化转载了吗？结果看了一眼就被一行粗大的标题震惊了。为新思想投资，先进商人高长生捐献20万大洋。远洲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先去了解下情况。高老板真是大义啊，在新文化上做专访，这下要出大名了。你别说，高家真是有钱啊，随随便便就能捐那么多。你不是杂志社有事儿吗？怎么就回来了？是不是顾远图找你麻烦了？不是，是爸，他捐了20万大洋给新文化杂志。20万？高家竟然这么有钱吗？随随便便就捐20万大洋？咱爸支持新思想传播，咱们应该感到光荣啊，这也是你心念的事业呢。可那20万大洋几乎是全部家当啊，咱婚礼还怎么办？全部家当？你爸不会这么傻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远洲，你知道你家店铺在哪儿吗？我们去问问。